你们知道王林被封正品雷仙时场面究竟有多壮观吗？他成为正品雷仙后权力又有多大呢？书接上回，在王林的意志之下，但见四周所有雷电直奔大头童子而去。轰的一声，后者整个身子化作一团火焰升空而起。雷仙殿内千丈青石上，大头童子蓦然睁开双眼，喷出一大口鲜血。他猛地站起身子，横扫一圈，眼中一怔之下却是露出惊骇。没有，坐下。听得严雷子低喝声，大头童子身子一颤，连忙坐下。他本想豁出去寻找王林本体报复，但刚才起身看向四周之后，却是发现坐在这里的人只有108人，缺少了4人。杀戮战场内，王林收回封仙印，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申公虎，然后从储物袋内拿出些许丹药，寻找一处隐秘之地，静心大作。申公虎接过丹药，正要吞下，却是突然目光一凝，带着一丝奇异，开口道：“尊主，你可以打开储物袋。”王林一怔，随即双目立刻阴沉下来。你打不开。申公虎点头。王林见状没有说话，转身踏空而去。他走在这杀戮战场内，嘴角露出冷笑。好一个杀戮战场，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。眼雷子果然心机深沉。112人进入这里，刨除108人，还剩下4人。之前我杀了2个拥有储物袋的人，眼下除了我之外，还有1人。王林行走间，神识不假思索地散开，凡是察觉到有修士存在，便立刻闪烁而去。一路走来，没有任何留情。同样的杀戮在另一面也在迅速地进行。许霆化作雾气，横扫之下，疯狂地吞噬。时间渐渐地过去，整个杀戮战场剩余的修士越来越少。在夜幕降临之时，只剩下了不多的几人。王林神识散开，一步步走向许霆所在之处。许霆才是他必杀之人，尤其是对方体内那一丝本源，他绝对不会放过。许霆同样神识散开，锁定王林，身子一晃，在黑雾内直奔其而去。他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此刻冲向王林之际，居然带起了一串轰隆隆的音爆。王林见状，抬起右手放在了自己眉心，他不愿与这许霆纠缠。第3封印开，但见其眉心的红线瞬间延长，向两边拉伸。第3幕蓦然间散发出难以想象的红光，一股从未有过的庞大危机笼罩许霆。他惊恐之下立刻急速后退，但还是晚了。红光一闪，许霆只感觉身子一震，仿若体内有千万雷鸣同时轰然炸下。他清晰地感受到，在那红光下，自己的身体被层层瓦解。紧接着，他整个人在一声绝望的惨叫中，砰的一声彻彻底底的崩溃消散，就连其分神内那一丝本源也是一抽而出，融入红光内不见。红光消失，王林脸上露出极为疲惫之色，一晃之下落在一棵大树上，迅速封印眉心的力量。与此同时，天空中透出五彩之光，笼罩王林，将其牵引拽入天际之中。这一次，王林没有失去知觉，而是亲眼看到那天际内出现了一道裂缝，他的身子被扯入裂缝内，眼前一花带清晰时，却是看到了地面上那千丈青石以及四周的众多修士。千丈青石上，此刻那108个修士已然全部苏醒。严雷子站起身子，缓缓说道：“我雷仙殿封108仙。”他说着，右手虚空一抓，顿时一声声仿若仙界的妙曲突然在雷仙殿这片天地回荡，曲音中大片的祥云凝聚而来，几只仙鹤飞舞，发出一声声嘶鸣。远远看去，配合着无数宫殿，似乎与真正的仙界没有什么两样。四周的修士一个个在家族老祖的带头下纷纷站起身子，就连蒲团之上的那些老怪也是一个个起身，表情严肃。除此之外，天空中雷仙殿使者们一一出场。这一刻，不但是雷仙殿这里如此，整个罗天星域内一颗颗修真星，一个个修真家族，几乎全部的修士均都凝望天空，通过雷仙殿特殊的传送方法看到了封仙的壮举。这一刻，罗天星域内雷仙殿的封仙之事受万众瞩目。雷仙殿此时一只仙鹤飞舞而来，其嘴上叼着一幕黄绸卷子，盘旋中在严雷子上空松口，那黄绸卷子飘摇而落，被其拿在了手中。他一抖此卷，立刻这黄绸散开，在其身前铺展。你们之中共110人，本应退下2人，但念尔等历经艰辛考验，天道灭灵，尚给一丝生机，故取最强者封正副雷仙，余下108人为36天罡仙，72地煞仙。许墨在上前，封你为罗天星域正品雷仙，率3000修士大军，为我罗天星域第1先锋。严雷子说着，右手虚空一晃，立刻其手中多出一纸金光仙笔，挥舞之下，便在身前黄绸上清晰地写下了第1行字：正品雷仙许墨。但见这6个字仿若穿透了黄绸，直接飞出，相互融合在一起，却是形成了一头雷光之虎。此虎冲出，随后在王林身前1丈外迅速缩小，化作一面3寸小旗。赐你仙宝天虎旗，凭此旗可号令罗天3000修士自成一方。遵令。在这一刻，王林的样子被所有罗天星域修士通过传音室看得清清楚楚，整个罗天星域内掀起了一场风暴。他就是许墨，活道子许墨，正品雷仙。青灵星上，众多的修士同样望着天空，横云山顶。谢清从入定中苏醒，他望着天空，眼中露出激动，喃喃道：“是在罗天北域一颗半废弃的修真星上，贪狼抬起头看着天空，目中露出厉色。他居然在罗天星域内达到了如此高度。”这一刻，整个罗天星域凡是认识王林的修士，全部目不转睛地望着天空，露出震惊。雷仙殿内，严雷子低喝：“许霆，封你为副品雷仙，率2000修士大军，为我罗天星域第2先锋。”遵令。接下来，随着严雷子的一声声低喝，108仙陆续受封。正副雷仙36天罡仙入升仙池。严雷子大袖一甩，天空之上祥
祥云翻滚，凝聚之后却是形成了一幕云池从天空落下。入雷池，化去意境，使天元容仙，自此成真仙永存。上古时期，上古炼气是追求长生成仙，入仙界晋升仙池为莫大荣耀，使得体内元力改变成为仙元存在，自成真仙。这是上古时期炼气士最终极的追求，不修意境，没有感悟，修为的提升全凭天才地宝仙气丹药。仙界崩溃之后重新产生的修士不再求仙，他们修的是道。此刻摆在包括亡灵在内的110个修士面前，就是这两个不同的道路，要么选择上古，要么选择现在。升仙池内阵阵仙气透出弥漫开来，四周的修士一个个纷纷沉默，入还是不入成为了众人心中一个难以选择的答案。许婷沉默片刻，抬起脚步走向升仙池，他一身高傲，同辈之中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中，从离开东陵星后更是从未遇到敌手，但在这雷仙殿的封仙之战中却是在亡灵面前连连挫败，所以他毅然的放弃意境，选择了成仙之路。见得这一幕，在他之后陆续有人踏入升仙池，每一个走出之人实力全部比之前高出了一筹。亡灵内心很是复杂，他看到了第3步，更是在雷仙界内知道先帝白凡指天疯癫，这一切充满了谜团。另外最重要的，在亡灵看来，那些蒲团之上的老怪在升仙池出现的一刻，根本就没有人去看一眼，这一点更是坚定了他的选择。正负雷仙36天罡，最终有17人选择了入升仙池，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的，除了亡灵外，还有申公虎与战空烈等10几人。严雷子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过，抬起右手向前一指，立刻那升仙池在轰隆隆的声音中消失不见。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，日后莫要后悔。听风仙石。但见一条云龙从天空落下，张口吐出一块山石。正负雷仙36天罡，赐你等在封仙石上刻下名讳之基。许婷踏出一步之下，来到那封仙石旁，一眼看去，只见那仙石上密密麻麻刻着无数名字，每一个名字都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。他抬起右手在上狠狠的一划，勉强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后，许婷整个人仿若虚脱。亡灵见状，看出此人之所以虚脱，是因为元神居然分出了一小半被那封仙石吸收，他内心立刻暗自警惕起来。许婷之后36天罡仙陆续上前，只是除了大头童子等几人外，没有任何一人可以在其上刻下名字。亡灵是最后一人，他生性谨慎，升仙池他不选择入内原因很多，眼下这封仙石更是让他沉吟起来。沉吟中，亡灵抬起右手，食指按在其上，向下一刻慢慢挥动起来。在亡灵右指最后一划的瞬间，他立刻便感觉到元神分出一部分向着右指涌现，只是就在元神将要融入封仙石的刹那，亡灵蓦然抬起右手停了下来。严雷子目光一明，他自然看出亡灵的元神没有融入封仙石，即便是其上所刻，也不是亡灵与许木这2个名字其一，而是魔道子。严雷子收回目光，现在是此次封仙对于正负雷仙与36天罡仙的最后一次奖励，你们38人每人可以提出一个要求，雷仙殿、项家与公孙家，我们3方将尽力帮你达成。闻听此言，亡灵深吸口气，他来到这雷仙殿参与封仙，就是为了这最后一个奖励。不过亡灵没有第一个踏前，而是等陆续有人说出了各自的要求后，才缓缓地走出。他向着严雷子抱拳恭敬地说道：晚辈的要求便是让一个残破沉睡在弥留之际的元婴重新凝聚肉身，并且苏醒。亡灵说着的同时，神色上看不出半点变化，只是他的内心在这一刻却是砰砰急速跳动，仿若要从胸口冲出一般。哦，这个要求倒也不难。项家自古便有一种名为接神术的神通遗留，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。项道友，你看如何？向姓老者对亡灵很是赞赏，他此刻闻言笑道：此事不难，你先把这元婴取出，让老夫查看一下。亡灵连忙从储物袋内取出一团散发柔和光芒的小球，他右手握着光球，左手在其上一碰，立刻这光球仿若花开，化作片片向外打开，露出其内一个盘膝打坐的元婴。这元婴正是李木婉。就在这刹那，远处目光始终落在亡灵身上的西子凤，他仿若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。清水望着亡灵与他手心的元婴，眼中露出一丝惆怅的追忆。在那很多很多年前，他也有一个让自己守护一生的女人，只是向姓老者看了李木婉的元婴一眼，笑容立刻凝固，皱起眉头说道：这元婴沉睡了多久？近700年，可以把元婴保存700年不变，看来你是下了很大的功夫。不过700年的时间太长了，一个元婴修士如何能存活700年？更不用说还没有肉身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元婴正在濒临死亡。许墨，换一个要求吧。向姓老者的声音仿若一根锋利之针，在这一瞬间狠狠地刺中亡灵的心脏。他身子一晃，一口心神之血喷出，带着惨笑望着李木婉盘膝中的元婴。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吗？向姓老者沉默，再次仔细看了一眼李木婉的元婴，突然又道：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方法，只是这个方法的代价太大，此女无法存活的重点也是寿元不足，若是能够弥补寿元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随后据老者所说，亡灵得知这种神通名为七息术，施展这七息神通需要一个与李木婉极为亲近人的生机，而且这个输送生机寿元之人，其寿命将会缩减9%，如此才可以使得李木婉有一丝可能恢复。不过许墨，老夫做不到，唯有我项家常年闭关的先祖才可以施展。你
若是同意，老夫可以代你请求先祖帮你一次。四周一片沉默，向家老者的声音回荡天地之间。此刻，整个罗天星域内所有修士全部都听到了这一番话。为了一个女子无法确定的一线可能，牺牲自己绝大部分生机，这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王林望着手中的静置小球，目光落在其内的李木婉身上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同意。”王林的声音有些沙哑，随着他的目光仿佛融入了静置球内，李木婉的心中一股悲哀弥漫。你既已同意，带着风仙完结，便随我去一趟东林星。徐墨，我随你一路。此刻，一旁清水平缓地开口说道。王林看向对方，眼中露出感激，点了点头。他知道清水是担心自己在东林星出现变故，随同一去以保此事顺利。接下来，伴随着36天罡仙各自所求均都一一获得之后，此次封仙结束。在结束的刹那，严雷子整个人从蒲团之上飘起，低喝道：“诸位道友，助我打开通往联盟星域的通道，大战将要展开！”严雷子说着的同时，双手掐诀，立刻从其天灵内一片片黑芒闪烁而出。这些黑芒出现后，直接化作一块块碎片大陆旋转起来。只见天空的云层在这一刻，如同被一双大手生生撕裂驱除，露出明朗的星空。在这星空中，由碎片大陆旋转形成的漩涡不断的扩大，到了最后，几乎整个雷仙殿所在的天空全部都被漩涡覆盖。仙界之土，开天辟地！严雷子猛地一声大喝，只见那引起磅礴漩涡的数十块碎片大陆，在这一刹那却是从其上幻化出一个个虚幻之影。这些虚幻之影正是被严雷子封印的碎片大陆之魂，它们出现后相互之间融合，化作一个无法想象的力量，向着漩涡深处刺去。但听轰的一声，只见那星空中的漩涡突然一震，在其深处一条缝隙硬生生的被撕裂而出。联盟星域。王林望着那巨大的裂缝内隐约熟悉的星空，沉默。他离开朱雀星已经很久很久，在这通往联盟星域的通道打开的一刹那，严雷子的声音蓦然响起：“罗天联盟之战就此展开，东西南北4大修军杀入联盟，限时3日，各取3座修真心，作为我罗天征战之根。正负雷仙108仙，只各自另起入联盟。”随着声音的传出，雷仙殿内108仙以及雷仙殿范围外东南西北数万万修士齐齐飞出，仿若一道道流星直奔星空中的裂缝而去，浓郁的杀机顿时弥漫。罗天星域开启传送大阵。随着严雷子的声音响彻，整个罗天星域内所有的修真星上内传送石在刹那间崩溃，在各自修真星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传送阵法。一个个修士在家族长辈的带领下纷纷踏入传送阵内，出现时却是在了雷仙殿星空裂缝之旁。王林望着这一幕，身子却是没有动。向信老者看了一眼，对他说道：“徐墨，你随我走吧。”说着，他脚下起了祥云，向着远处飞去。王林回头看了一眼清水，后者站起身子，卷动其之身，紧追向信老者而去。时间流逝，转眼间数日时间过去，王林三人终于来到了东陵主星之上。向信老者没有带着他二人去家族所在之地，而是一晃之下直奔西方而去。东林星极西之处是禁地，外人不得入内。这里是我向家至今仅存的一位先祖常年闭关之处。向信老者声音平静，但清水眉头却是缓缓皱了起来。随着前行，渐渐的三人深入至了这东陵星极西之地的深处。向家族人向云东求见先祖。话音落下，大地一震，王林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从地底深处传出一股波动，一个平静的声音在这一瞬间回荡天地。不是。随后向信老者说明了来意后，那道声音再次回荡，让他独自下来。但见地面上在轰隆隆中露出一条深深的沟壑。向云东连忙称是，转身看了王林一眼，笑道：“徐墨，你下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王林点头看向清水，清水右目红光闪烁，平静地说道：“若有人敢伤你，这东林星一切青石都将血流成河。”王林闻言眼中露出感激，他这一生感激之人不多，司徒、周易、遁天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清水。王林深吸口气，转身踏入沟壑，向着下方落去。他的速度极快，片刻后展现在其前方的是一条通道。一个声音此时在这安静的通道内回荡：“到这里来。”王林沉默片刻，抬起脚步顺着通道向前走去。半炷香后，他便来到了尽头。但见在其前方一座人头搭建的平台上放着一具棺材，之前的声音便是从这棺材内传出：“就是你，要老夫施展七息之术。”“正是，老夫可以帮你，不过我要你一半的生机。”当这道沧桑之音传出的刹那，王林体内的生机骤然消散，他的容颜从青年瞬间蜕变为中年。取出你要救活之人。王林一拍储物袋，一颗包裹着李木婉元婴的静止光球飞出，原来是生机全无被强行留在世间的一缕残音，难怪要来这里求老夫施展七息术。向家先祖说着的同时，四周死气弥漫如黑雾般缠绕王林全身，他未曾抵抗，任由那些死气渗透体内，抽走一道道属于他的寿元。须臾之间白发覆顶，在一瞬，面容苍老，似已步入暮年。许久后，死气终于停止吞噬，缓缓流转，直奔李木婉的元婴而去。所谓七息之术，便是要坚持7天。这元婴若是可以坚持7天，自然可以恢复苏醒。王林听得向家先祖的话语沉默，他怔怔地望着李木婉的元婴，内心无怨无悔。时间悄然流逝，第1日、第2日，但到了第3日，李木婉的元婴却戛然而止，再度开始消散。可惜你的生机只能够坚持2日，即便是老夫没有取你一半生机作为出手的要求，也不足坚持这第3天。许木，你可还有增加生机之物？继续洗我的生机。王林望着李木婉木
目光温柔而决绝。这个曾只因一句承诺为他守候数百年的女子，是他千年修道途中唯一走进心中的存在。可是自己却是在对方离开后才慢慢知道，原来自己一直都很在意他。生机不断被抽取，死亡的气息愈发浓烈。亡灵感受到天道召唤的临近，仿佛下一刻便将魂归九天。他深深吐息，猛然间体内爆发出更为浓郁的生机。在联盟星域内，亡灵的本尊盘膝打坐中，周身生机疯狂流失。渐渐的，李木婉的元婴又开始了凝实。时间缓缓推进，第3日、第4日、第5日，亡灵本尊已然油尽灯枯，生机大量的消耗，即便本尊是古神之体也无法承受。7息之术在第4日后，终于让李木婉的元婴彻底凝实，一丝微弱生机浮现其中，但这一丝生机太过脆弱，若无外力支撑，终究难以稳固，更无法苏醒。4日已是极限，第5日亡灵无力再撑。向家先祖平静地看着他，语气淡漠：“老夫只能做到这一步，你的生机不够，自然就不能复活这元婴。”话音落下，一股死气卷着李木婉与亡灵，将他们送出通道。从沟壑内冲出，亡灵把李木婉的元婴放入储物袋内，望着清水说道：“师兄，我们走吧。”清水轻叹一声，卷起亡灵破空而去。身后向云东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，喃喃自语：“徐墨，老夫虽说算计于你，但却没有任何隐瞒。以你的心智，自然也早就知晓，帮你恢复元婴，代价就是大量的生机。如此，我们倒也不相欠了。”飞行途中，亡灵一拍储物袋，将那碧天冠取出，落在身前。师兄，你可知晓此物？此物我没见过，但这里面有浓郁的仙气，显然是仙界之物。听闻连清水都不知晓此物，亡灵把碧天冠收起。清水沉默片刻，忽然说道：“徐墨，我此去联盟凶险异常，怕是无法让你伴随左右。如此一来，在联盟星域内，一切都要靠你自己。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，这3个仙术你已经会了呼风，至于其他2个仙术，我现在便传授于你。”清水说着，双指成剑点在亡灵眉心，刹那间一股磅礴仙元涌入其体内，同时关于唤雨与撒豆成兵的完整传承也在亡灵脑海中显现。清水望着亡灵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最初他因施恩而接近亡灵，见其未入生仙池也曾失望，但此刻目睹他为一个女子甘愿燃烧生命，放弃一切，让他想起了曾经的自己。你没有进入生仙池，这仙术无法完全发挥。师兄没什么送你，就送你一道仙元之力容身，容你施展仙术。那道仙元融入亡灵体内，化作一颗仙气缭绕的金豆，藏于元神之中。此仙元之力有限，算是我送你的一件防身礼物。还有那幻雨之精，这2样配合施展，你在联盟星域内，只要不陷入大神通修士之战，当可自保。你生机消散太多，这一点师兄也帮不了你。我所修神通全部都是征战之术，没有调养，唯一有的便是师尊当年传授的吞噬。在雷之仙界，这一神通你也亲眼看到过，眼下便传于你。清水再次点在他眉心，关于吞噬神通的信息汹涌而来。此术弊端很大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切记不可轻易使用。随后，清水咬破指尖，画出一道诡异符文，挥手印入亡灵胸口。刹那间，亡灵身体巨震，面容竟从衰老中恢复如初。师弟，从此之后，你好自为之。极境恢复的方法与天劫有关，只是若你修为没有踏入碎孽，莫要钻营极境之事，切记。清水走了，亡灵身子一震，恢复了神智。他望着清水远去的方向，怔立原地，内心有一股说不清的心绪。良久之后，他低声呢喃：“谢谢。”随后，亡灵没有去雷仙殿通过裂缝进入联盟星域，而是寻找到4周最近的一处废弃的修真星。他整个人盘膝坐在开辟出的洞府内，一拍储物袋，李木婉的静志球飞出，落在了其掌心。婉儿，哪怕消耗我全部的生气，若能换来你一丝恢复的可能，我也愿意。亡灵眉心中天逆珠子缓缓地凝聚而出，他把李木婉的元婴放在了天逆珠子内。但就在这时，亡灵却是身子颤抖地发现，拥有了一丝生机的李木婉元婴在天逆内居然还在消散。这种消散虽说缓慢，可却始终没有停止。